减脂成人神通有了天然的克制对象。话又说回来，我这半年来做的种种布置当真是没有白费，那几棵老树的牺牲也值得了。心底泛着这般感慨，李长寿又找出此前的那几只收拾过战场刚念过经的纸人，开启丹炉，注入三昧真言，将这几张原版神通的纸人扔入其中。火舌轻轻跳动，纸人转瞬便化作了灰烬。随后李长寿就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些防推演的零碎物件，一番忙碌，确定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后，才松了口气。很快他又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静静思索着自己刚才可能在哪方面暴露了什么。拍死那只蚊子的纸人模拟过气息，我跟万灵云长老始终没有露面，长老的一把真火那座山都会烧秃了，理应不会有什么疏漏。倒是李长寿发现了一点，万灵云长老跟自家师父的共性容易上头。莫非都是在山中修行的时间太长了，忘记了洪荒的险恶？还好那几次都及时拦住了这位长老，不然长老亲自现身被那个蚊子给偷袭一下，后果不堪设想啊。在丹房中来回踱步，心底不断地琢磨，一条思路渐渐畅通。今日之事并不算出乎我的预料，因为半年前我已经列出了接下来所有可能的故事走向。今天的这一战也仅仅只是确认了其中的2-3条故事线。果然是这样，渡仙门除了是人教道成，本身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之所以招了旁人窥伺，就是因为此前渡仙门与金鳌岛炼气室闹了少许不愉快，随后就有人想利用这一点做文章。这个幕后黑手在中神州金宫门山门前设计埋伏渡仙门一行，是变相的为渡仙门提升知名度，让三教都知道在东胜神州有这么一家人教道成。而后那幕后黑手便会趁三教仙宗在金宫门商讨三教源流大会之时，用掌控的傀儡灭掉渡仙门。对这个幕后黑手来说，代价很小，风险很小，却能够达成不小的目的。李长寿仿佛看到了一道黑影站在渡仙门之后，将手伸向了破天峰。但是这黑影的背后还有一道更为宏伟但是略微有些模糊的身影，一巴掌想要拍飞前面的黑影。大教暗中，渡仙门并非没有胜算。策划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不敢亲自下场，只敢通过蚊虫远程掌控傀儡。这一点通过残魂记忆碎片也得到了印证。这些人或者这些妖的记忆中都有着一缕蚊声。重点就在于渡仙门接下来会如何应对。如果李长寿所料不错，很快就会有当当当当当，而这自然不是后世某僧的经典唱经。突听破天峰的钟声响起，这一次的钟声穿透力十足。钟声一响，各峰之上各自飞出1-2道数道身影，朝着主峰渡仙殿疾飞。湖边，齐元老道听闻这钟声响起，立刻驾云赶往破天峰。他好歹也是名义上的一峰之主。李长寿见状，忙传声叮嘱自家师父几句，请师父去了之后，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要随意出声，听从门内安排就是。钟声惊醒了许多原本在闭关的门人弟子，渡仙门各处也热闹了起来。这种遇到紧急情形的钟声，1000年都不定会响起一次。各峰的炼气士都在观望着，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不多时，16道身影从破天峰飞出，直接冲出护山大阵，朝着刚才的大型扬灰现场赶去。最先一人便是渡仙门的掌门，
其后还有万灵云、忘情上人等门内高手。李长寿倒是知晓，他们不是去验收战果，应该是去搜寻敌人的主力。但是这一次出去，注定只是空手而回，顶多就是发现一些对方仓促离开时留下的蛛丝马迹。对方下一次现身，必然就是对渡仙门发起的全面攻势，而且时间应该不会间隔太远，3年之内必有后事。山雨欲来风满楼，晓风独坐清悠悠。李长寿躺在摇椅上，端了一枚在道藏殿内殿抄录的玉简，静静读着其内的文字与图录。这种已经洞察全局的感觉倒也挺爽利，当然最爽的生活应该就是无事发生。这玉简名为百灵录，收录了许多味道不错收录了许多罕见的灵兽灵禽。文字的天敌其实有不少，但是想要找一些灵力不错，能够克制今日所见那些血纹，且重点就是现在就能到手，而且还可以大量繁殖的灵兽，倒也十分的麻烦。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时辰之后，李长寿眼前一亮，还真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自己小琼峰灵兽圈中就养着的灵兽。嘴角露出少许微笑，在怀中取出了一只瓷瓶。当年去北距泸州采药的时候，随手灭了元清一伙，得了一对禽蛊。禽蛊是蛊虫的一种，算是巫邪之术，非道门之法。李长寿最初是想把这一对禽蛊直接给自己能够搞到的最珍惜的灵兽给用上，让他们努力的配一配，创造一点生命价值。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前段时间后才炼丹时，李长寿钻研了许多偏门的丹方，意外找到了禽蛊的可持续利用之法。给禽蛊喂固灵毒草，使其化作石块，称之为禽石，再以灵泉之水诸多药草搭配，将禽石放入其中，浸泡7749日，就可以得到一种秘制的药水。这药水本就是稀罕物，有着如同月老那相思树扎一下差不多的功效，还可以用在炼丹上。李长寿手中的这瓶丹药就是由这般的药水炼制而成的，当然了，还是专为珍稀灵兽配置的。辛苦了，大玉和二玉。起身，李长寿带着少许微笑飘去了后山灵兽圈。正在湖上日以继夜练习水遁的灵娥，踮着脚望了望丹房方向，刚好看到了李长寿负手飘过的背影。臭师兄，也不过来跟人家说说话，人家都练了几个日夜没休息了，一点都不体贴。师兄去的那个方向。鼓了鼓嘴角，灵娥也匆匆地跟了上去，想看一看师兄去灵兽圈搞些什么。才不是想过去跟师兄说说话。不多时，灵娥驾云飞到了灵兽圈的上空，一眼就看到了正蹲在某处水潭旁的师兄。李长寿头也不回，对着灵娥轻轻招了招手。灵娥会意，收敛气息，驾云飘到自家师兄身旁，收拢裙摆，跪坐在草地上，顺着师兄的视线看去。嘘。李长寿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灵娥禁不住一手扶额，不敢多看。前方水潭一片荷叶上，两只浑身如碧玉，十分珍惜的修灵石玉蛙，正在不可描述。灵娥禁不住撇撇嘴，错开视线，对着师兄小声道：师兄，虽然本师妹对你一往情深，但你也要注意下影响啊，有些事是不能拿到明面上的，会影响师妹对师兄评价的。好，那谢谢啊，帮我把评价调到中等偏上。
哼，才不要，就是赏赏。他突然眨眨眼，看着那边的玉蛙，顿时想起了什么。师兄，你不是说过这种灵兽很难繁殖，炼丹下酒都舍不得用它们吗？李长寿晃了晃手中已经空了的瓷瓶，呵呵，山人自有妙计。这个是……灵儿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脸蛋一红，先是有点嫌弃，而后又眨了眨眼，故意道了一句：咦，师兄你果然偷偷炼制了这种丹药，书上说的果然没错，喜欢炼丹的炼器士难免都会有这种想法啊。看在我是你小师妹的面子上，师兄你还有要培育的灵兽吗？本师妹就勉为其难出手帮帮你吧。不要有什么大胆的想法，这种丹药的瓶子每个都被我下了特殊的禁止。小气鬼，哪有这么防自己师妹的大师兄？李长寿也很无奈啊，没办法，毕竟他有一个思想复杂的小师妹嘛。灵儿顿时翻了翻白眼，错开视线看着一旁的灵兽圈，心思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他自然不知李长寿此时确实是在忙正事。这种灵兽将会成为小琼峰防御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而且这一次劫难过后，玉蛙也不会浪费，也可以喊九巫师伯过来一起搞一搞火锅，打一打牙祭，味道应该相当不错。钟声响过了半日，外出的10多位高手进阶回返破天峰。片刻之后，掌门亲自下令，自今日起，所有门人弟子禁止外出，护山大阵完全封闭。随后，掌门与几位太上长老就与万凌云长老一同仔细商讨接下来的应敌之策。万凌云长老的辈分也快晋升太上了，只是他一直不在意这些，平日里就在丹顶峰闷头的炼丹修行。此时他在门中声望和影响力差了一些，但是地位却是不低。而对于这一次万凌云长老一人灭杀了如此多强敌，为渡仙门化解一次危机，于情于理门内也必须要做一些表示。只是对这么一位功劳巨大的长老用赏赐不妥，用谢礼也不妥。渡仙门掌门思前想后，也只能笑着说了一句：这次万凌云长老必然用了不少珍贵的毒丹，门内也该将这些损失给长老补上才是。万凌云长老却是略微皱眉，看着面前掌门递过来的储物戒指，本能的就要摇头拒绝。为门内做这些理所当然，不能要这般的赏赐。但是很快，万凌云长老想到了什么，嘴角一撇，露出一丝冷笑：这倒是可以当作给长寿的嘉奖啊。我拿了。言罢，万凌云长老转过身，拄着拐杖走向殿门，留给了身后几人一个苍老且潇洒的背影。与万凌云长老其实是同辈的渡仙门掌门顿时眉头一皱，看了眼身后坐着的几位太上长老，小声问：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惹万长老不高兴了？几位太上长老只能苦笑一阵苦笑，苦笑连连。他们跟万长老其实也不太熟。渡仙门西南方万里之外，某处用阵法遮蔽的山谷中，一道道黑影静静盘坐。大阵之外还有几道身影藏身在各个方向，提防有敌突袭。地下也藏了3、4人。山谷的最深处，3个道人呈品字形悬空而坐，身下各有一朵7瓣的血莲轻轻旋转。这3朵来自幽冥血海的血莲已经被他们各自吸纳了半数，一缕闻声自他们心底响起。3个人各自中断修行，侧耳倾听。很快，3个人睁眼低头。属下遵命。闻声在他们心底渐渐远去。
原则老道轻轻地吸了口气。此次虽先锋遭折，但却是你我尚未圆满自身之道，未能及时出手所致。待你我的主人赐下了这些造化，定可……道友，且住嘴吧！左侧那中年面容的道者连忙出声打断：“说不如做，你我早些攻城，完成大人布置的才是。”善。原则老道讪笑了一声，渐渐闭上双眼。你我即将凝成金仙道果，区渡仙门罢了，还不是手到擒来，稳稳拿下。言罢，原则老道嘴边露出了一缕自信且安然的微笑。旁边两个同样被血纹侵蚀了元神道心的金鳌岛炼气士禁不住皱眉对视一眼。他还是说出来了，要不给大人谏言，换一个吧。两个人各自摇头，面露思索，但是很快就恢复成了木然的面色，缓缓闭目凝神。此时他们的心神皆被那个声音给占据。吸纳莲花，凝成道果，覆灭渡仙门。他们能自主思索的机会其实已经不多。三朵血莲再次缓缓旋转，一缕缕血光飞出，钻入他们三个人的道袍之下，填充着各自的虚无道果。小雅，近日山门有宵小扰袭，门内颇不安稳，你暂时也不要闭关修行，若门内遭灾祸，及时赶往百凡殿去。站在白云上，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清凉凌风，有秦玄雅心底回想着师父的叮嘱。灾祸？假如门派遇袭，我身为当代首席弟子，该做些什么？强敌来犯山门，定非我们这些尚未成仙的弟子所能抵挡。若当真发生这般灾祸，虎山大阵岌岌可危时，各峰弟子若能照顾好自身，不给门内仙人添乱，便可让门内有更多对外御敌之力。只恨我此时尚未成仙，不能为师父师祖分忧解难。我必须做些什么？有秦玄雅抿了抿薄唇，目中越发的坚定，转身飞去了百凡殿。很快他得了百凡殿的应允，取了长老令牌，即将挨个风头通知同辈弟子，告知他们门内有地脉逃脱路径之事。